本集节目您将目睹黑暗料理、观音山景第一排、醉草丝汤，以及淡江大桥。大家好，我是你们的 RLK。熟悉国际连锁饭店集团游戏规则的朋友们，肯定都知道，一旦你加入了某一家的会员计划以后，基本就是各种积分跟住宿挑战的深渊。那对于不那么熟悉这些游戏规则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有必要为了住宿积分这么拼吗？实际上，积分只是一回事，玩家级选手追求的主要是以下4点： 1. 免费早餐； 2. 免费 lounge 的使用权； 3. 延迟退房； 4. 房型升等。想要解锁这些权益，都要依靠累积年度住宿房晚，解锁某个等级的会员资格之后，才能够 N 个愿望一次满足。而主流国际连锁住宿集团的贵宾门槛，在每年40到60万之间不等。重点是，你即便达标了，也只能保有1年的等级资格，对吧？如此明目张胆的割韭菜行为，像 RLK 这种又臭又穷的消费者，肯定不会落入资本的圈套之中。旅游嘛，本来讲究的应该就是旅行本身，什么万豪旅享家不 Mario Bonvoy 的很重要吗？于是继上次住过万豪系的杰西爱美之后， RLK 又在2025年底策划了巴里福朋喜来登温泉之旅。等等，喜来登怎么好像是RLK 身为诺贝尔抠门奖提名人，自从上次花莲杰西爱美回来之后，就不断在想，如果说杰西爱美是受爱美盛名所累，以至于达不到品牌应有的表现，那在维持我原定的几个选品标准之下，不要挑那么顶的品牌，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花小钱办大事？顺着这个思路，还是得在万豪的圈子打转。除了说持续累积积分，未来可以拿来换宿以外，万豪作为全球最大的旅宿集团之一，也是在台扩张最凶猛的。其他竞争对手像凯悦跟 IHG 都差点意思。而在万豪的品牌体系中，像爱美、万豪本家、喜来登，这些是属于高级 Premium 档次。在高级之下的档次是精选 Select。在台湾常见的有福朋、万怡、雅乐轩等。那近年从穷人版喜来登转型为城市休闲风饭店的福朋 Four Points， 于2023年3月在巴黎开幕的旗舰据点，就成为 RLK 的饭店开箱的下一站。在正式开箱前，我要先跟大家说一下，原本我看到他们家官网的时候，这个雅致山景客房又是山景又有下沉式的独立汤屋，那不肯定超贵的。后来却发现这其实是他们家最便宜的房型，再加上巴里福朋又可以选择纯住宿的方案，不下定真的是对不起自己。不过便宜之余不禁让人省思，巴里这么多年观光发展不上不下，直到近年才迎来国际资本。除了淡江大桥没有通车以外，有时候找自己的原因，真相也许就非常清晰了。至于真相是啥，别急，我们先来看开箱。巴里福朋喜来登位于台15线跟观海大道交口，介于巴里渡船头跟13行园区之间，4舍5入绝对水岸第一排。不开车到那最快的方法就是从捷运关渡站搭计程车过去。不过巴里福朋拥有一个非常奇葩的入住时间，下午4点。不是哥们，结论你在退房的时候又是偏早的11点，这种侵吞住客时长的行为实在是不可取。RLK 为了给大家做好影片，还是提前到饭店做 facility work。巴里福朋大厅映入眼帘的就是摆脱中年油腻行政风的气息，全面转向具有设计感的现代木质风。福朋品牌在摆脱喜来登灯位的努力确实有目共睹。巴里福朋的卖点之一就是 lobby 的星巴克，这个其实是由福朋 The Mesh Bar 提供的。他们只是上了星巴克的饮品跟杯子，官方称为 We proudly serve Starbucks。说人话就是星巴克元素拉满了，不过饮料是雀巢全自动咖啡机做的。另外位于5楼的游泳池视野也是非常好，除了可以远眺淡水跟淡江大桥以外，也刚好帮各位避开了低层楼的工厂铁皮屋。在同一层楼还有一间洗衣房，目标家庭客。至于 RLK 比较重视的健身房，虽然面积比较小，但设备堪称水准之上。Matrix 的跑步机、椭圆机 ，Ziva 的哑铃，重点是他们小归小，也不会像礁溪寒木一样给你各重量1支。在 lobby 做到差不多3点半，有幸提前半小时拿到房卡，那就给大家来开箱巴里福朋雅致山景客房。房间的整体装潢风格是简约但富有设计感，设备方面虽然没到爱美的档次，但都是有牌子。免治马桶是伊奈，水龙头是科勒，莲蓬头是汉斯格雅，而且他们家附的是毛巾布拖鞋。
韩木跟杰西的夹脚拖请去面壁思过。另外 mini bar 也都是免费的，还附上当地特色小点心。稍微有点离奇的是，他们选的胶囊咖啡机竟然是 UCC。我之前在日本用过 UCC 的胶囊咖啡机，不能说是难用吧，至少也堪称麻烦。结论：福朋一间 hotel 能够集齐星巴克、雀巢跟 UCC 的咖啡元素，要不要再来个号称真台资的瑞幸？重点来了，该是时候为大家揭晓为什么最便宜的房间反而有汤屋。这里先解释一下，巴黎福朋所有的房型都有温泉，但除了雅致山景客房有日系石材风汤屋外，其他都是越装潢越高级的浴室，就跟杰西爱美的概念很像。那我们住的这个房型的特点在于观音山景，而且饭店说为了客户观感还做了毛玻璃处理。不过因为 RLK 很多主线都住那，所以我个人感觉还好。这个汤屋真正的问题在于有够吵。原本我跟女友以为，毕竟平日下午嘛，结果等到晚上8点的时候还是没变。好在他们这个琥珀色黄金美人汤确实没话说，但它跟氛围感汤屋的距离就差了一副降噪耳机。总之，如果你介意山景跟噪音这几点的话，请选择别的房型。虽然 RLK 跟女友都吃少少，但不代表我们吃啥都好。美式荒漠餐厅也许很难找，但至少不会没有麦当劳。然而巴黎就真的没有麦当劳。后来我发现他们的中餐厅西月楼有所谓樱桃鸭吃到饱的方案。我目标不是吃到饱，而是想多吃一点的菜，但分量少一些，再加上一人1000出头的假日晚餐，还附饮料。考量那天晚上是12度下雨配东北季风，其实不亏。他们家一开始让人很无语的地方就是会自动给你上一些根本没点的品项，其中还不乏萝卜糕、春卷那种很容易饱的。至于主打的樱桃鸭跟烤鸭嘛，高情商的说法就是别做鸭了。那最后不得不说，就是一道名为桂圆麻油龙眼石斑的菜。这道菜啊，敬告各位新手爸妈，如果哪天小朋友问你什么是抽象，那你给他吃这道菜，他保证秒懂。总之，你来这里吃的重点就是心态要放平，然后不要太跟菜单上的菜名或饮料吧认真。其实他们推车的蒸笼港点还可以。至于想要吃的更务实一些的朋友们，饭店正对面有一间石头火锅。结论：撇开玩行为艺术的西月楼，巴黎福朋恰得其分承接了杰西爱美平替的任务。总体而言，瑕不掩瑜。但认真讲，我比较看好的是巴黎、淡水跟北海岸未来的观光发展。以前讲到巴黎、淡水跟北海岸，我心中浮现的就是八仙、老街、废弃屋。现在是前有巴黎福朋挑战全户私汤，后有北海洲际在房间里面直接给你摆浴缸。总之，北部沿海曾经的凄风苦雨，解套的正是国际旅宿搭配温泉绝景，可能周边配套还有待加强，但随着观光商机的扩张，才是促进产业转型的最好时光。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全部的内容，有任何问题都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喜欢的话也请别忘了订阅、点赞、转发。我是你们的 RLK， 我们下集再见。